老师，我在书上看到说菲律宾语有4个焦点，一个是主事，一个是受事，一个是处所，一个是工具。刚刚老师已经介绍过主事跟受事，那么处所，老师可以再讲仔细一点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处所焦点，这个跟受事者焦点有点不太一样哦。受事者焦点，那个被影响的那个受事者，常常是很全面的，那个动作呢是可能很瞬间的、及时的变化的啊。那可是处所焦点，那个焦点呢要放在那个地点，常常我们可以把一个人当做一个地点啊，所以它可以是有一些个比喻在里面的。那处所焦点呢，也是很常见的哦。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处所焦点，它跟其他的焦点不同在哪里。好，同学们，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处所焦点的例句。Ano ang tinitingnan mo? 你在看什么？ Aircon na bus ang sasakyan natin papuntang Vigan. 我们要搭乘冷气巴士去美岸。 Bantayan mo muna ang mga gamit natin. 你先看顾一下我们的东西， Pwede naman natin silang tawagan. 我们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Pagpasensyahan nyo na lang itong handa namin. 请包容我们所准备的食物。换言之，就是我们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食物，你就多包容吧。好，你看这个地方，看啊，这个是处所焦点，还有搭乘也是处所焦点，以及看顾，以及打个电话、包容啊，这些个动词呢，都将后面的处所啊，无论是看的那个地方，或者是搭乘的交通工具，还有看顾的东西，以及打电话哈，把那个打电话也当作是一个处所，以及包容我们所准备的食物，这些都是处所焦点它的主语的所在，就是那个处所哈。那同样的，处所焦点呢，跟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受事焦点一样，是可以用来修饰名词的。譬如下面这一句， Ang babaeng tinulungan ko. 我帮过她的那位女士，所以那位女士 ang babae，ang babae 怎么样呢？我帮过她的，所以是tinulungan ko， 我帮过的啊，修饰前面的 ang babae， 然后用一个系词 linker 把它给连起来。所以后面的那个子句呢，是用来修饰前面的女士。那后面的这个动词呢，修饰的这个句子里面，那个动词是处所焦点，也就是帮忙的人啊，帮忙的处所，帮忙的对象。接下来我们也一样的要做动词变化。好，我们来看看处所焦点的动词变化是怎么做的呢？跟前面有一点像，又不完全像啊，其实也是蛮规律的。如果是过去式，那么要加 in 的中缀，加上 an 的后缀；如果是现在式的话，是要将词根的第一个音节重叠，然后要加中缀 in 表示过去，然后还要加上 an。那如果是原形的话，直接加上 an。如果是未来式，要先重叠，然后再加上 an。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例子。 Kain. Kinainan, kinakainan, kainan, kakainan. Balik. Binalikan, binabalikan, balikan, babalikan. Basa. Binasahan, binabasahan, basahan, babasahan. Tawa. Tinawanan, tinatawanan, tawanan, tatawanan. Baba. Binabaan, binababaan, babaan, bababaan. Pagbili. Pinagbilhan, pinagbibilhan, pagbilhan, pagbibilhan. Panood. Pinanooran, pinapanooran, panooran, papanooran. 各位同学，你有没有看见这里用 H 特别红色的标记让你看清楚的？也就是老师以前说过，如果那个词根没有喉塞音啊，譬如说 basa 没有喉塞音，那么它跟 an 跟后缀连结的时候就要多加一个 H 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例子，譬如像笑
这个例子它是不规则的啊，所以你虽然加上 an， 但是中间还要加插一个 n， 这个也是它就是常常这样使用，你就是要记得。那还有最后一个例子，老师要说的就是 d 这个发音啊，你看这边的 banood 观赏，它如果后面加 an 的时候 d 如果包夹着这个母音，两个母音包夹着它，那个 d 呀、就是好吧，我松一点吧，不要念得那么紧，色音不要念成 dan 啊，你念成 ran 啊，就变成了一个闪音。所以你要记得这里有几个重要的点，这个是在做动词变化的时候有一些不规则的地方，或者有一些是有规则的，你要记住。好，你的机会来了，现在请你把正确答案填到格子里面去。